在娱乐圈热搜层出不穷，红毯成了竞技场的时代，有一位女演员却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不是喧嚣炒作，而是默默在剧组里卷出一个新高度。她不是别人，正是杨紫。这2年，杨紫几乎是剧组常驻人口了。从古装权谋剧中的坚毅大女主，到民国弄堂里努力生存的打工妹，前一秒还在都市商战剧中顶着大雨发烧演哭戏，后一秒已跑到高原晒成高原红，学藏语、挤羊奶，样样来她活得像个角色穿越者，却脚踏实地地演好每一个她。当许多同龄女演员还在社交媒体上经营着少女感人设，小心翼翼修图晒自拍时，杨紫却把自己焊在片场里，一连3年拍了7部戏，几乎每天都在高强度工作中度过16个小时。她不喊累，也不抱怨，甚至在骑马摔伤的瞬间，还坚持跟导演说：“这个镜头别删。”对她来说，真实的情绪、完整的表演，比疼痛更重要。在娱乐行业这个充满光环与泡沫的名利场中，杨紫用最笨的方式坚持着她的职业信仰，不用替身，不靠噱头，不炒作感情，也不打人设牌。她的每一场戏，每一个角色，每一次努力，都是她对表演这份事业最真诚的回应。也许她不一定每次都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，但她始终扎根在角色里，在一场场表演中打磨技艺，淬炼心性。比起红毯上转瞬即逝的聚光灯，她更在乎镜头前那一秒真诚动人的情感流动，这才是她选择成为演员的初心。当流量明星塌房成了常态，观众对虚假滤镜、炒作人设逐渐免疫时，有一个童星出身的女孩却靠着不要命的狠劲，在喧嚣混乱的娱乐圈中杀出一条血路。她就是杨紫。从最初被群嘲不够漂亮、没有星象的小雪，到如今凭借2部作品同时入围白玉兰奖的实力派演员，杨紫的逆袭之路没有靠绯闻炒作、流量捆绑，也没有走捷径，而是用10几年的打磨和执着，走出了娱乐圈最稀缺也最动人的真相。在捷径遍地的名利场，总有人选择走最笨的那条路，只靠作品说话。凌晨3点的横店影视城，大多数人已经沉入梦乡，而杨紫还裹着厚重羽绒服，蹲在监视器前一帧一帧复盘刚拍完的镜头。这天是她连续工作的第182天，她刚刚通宵拍完国色芳华的夜戏，眼睛里还带着血丝，就又匆匆赶去生命树剧组学骑马。没有休息的空档，他只在2个剧组之间的临时休息区打个盹。场务偷偷拍下他蜷缩在折叠椅上不觉的模样，身上盖着保暖毯，手里却还紧紧攥着写满批注的剧本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他在剧组里司空见惯的生活状态。有人调侃他是横店钉子户，但在他眼里，这不是吃苦，而是热爱。每一个角色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新的冒险，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斗。他不怕苦，不怕摔，不怕被误解，只怕辜负了角色，辜负了观众。在这个以速成为信条的行业里，杨紫用他一点一滴拼出来的作品，悄然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演员底色。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但不能否认他真的在拼命活成每一个角色。一份粉丝整理的时间线在网上疯转，密密麻麻的拍摄记录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敬业，更像是一场长达数年的高强度马拉松。2023年，杨紫花了半年时间拍摄《长相思》，杀青宴还没结束，就拖着行李箱匆匆奔赴承欢记片场。2024年更是疯魔状态，国色芳华上下2季连拍180天，大年30也没能回家，只能和剧组一起在片场吃速冻饺子迎新年。2025年家业刚一杀青，
他便带着高烧爬上青藏高原，为新角色提前适应环境，体验生活。晒得黝黑的脸，连站姐都一时认不出来。别人亚系被骂抢资源不敬业，但他的高效率与高质量却让剧组争相抢人。不是因为杨紫这2个字多值钱，而是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能撑起一部剧的质量。比如在《承欢记》里，导演李牧歌就透露，杨紫提前1个月住进了上海的老弄堂，每天早晨6点挤地铁，观察上班族的神情举止。为了演好一个平凡的都市女孩，她甚至连剧中便利店吃饭团的细节都亲身体验。这种沉浸式拍戏的习惯已成为她表演的标准动作。也正因如此，观众才会产生错觉，很难想象《长相思》里冷峻隐忍、满腹心机的王姬文小六和《承欢记》里率真可爱的麦承欢竟然出自同一人之手。杨紫用全情投入和扎实演技，在角色之间无缝切换，不仅没有撞型，反而让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独立、真实可信。这不是敬业2个字可以概括的努力，这是把人生压进角色，把灵魂熬成表演的执念。在浮躁的时代，他选择用最不讨巧的方式，给表演一点温度，也给观众一份尊重。你以为他只是拼？其实他一直在用心活成每一个角色的人生。在青海拍摄《生命树》期间，杨紫干了一件让剧组都惊掉下巴的疯事。剧组本已要求演员全元素颜出镜，他却主动提出再把自己晒黑2个色号，只为更贴近高原牧民的真实肤色。他跟着当地牧民挤羊奶，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手一碰到水就生疼，却从没叫过苦。有一场追赶盗猎者的戏，他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意外坠马，剧组全员吓得冲上前，而他第一句话竟是冲着导演说：“这镜头别删，牧民哪有骑马不摔的？这样才真实。”这种骨子里的较真，不是近几年才开始的，而是从他童星时期就深深扎下了根。19岁拍战长沙，他演活了胡香香从懵懂少女到坚毅人母的全过程，不是靠刻意卖弄，而是凭细腻的层次和情感递进赢得认可。到了香蜜沉沉烬如霜，紧密误杀续凤的那场重头戏，他为了体会人物情绪，写了3000字的心理日记，反复琢磨每一寸情绪节奏，拍摄时哭到几乎缺氧昏厥。如今32岁的杨紫依然保持着这种笨办法。拍摄《家业》时，有场明代女商人在雨夜激烈争执的商战戏，她拒绝使用替身，也拒绝保暖措施，坚持在零下10度的横店拍了6个小时的真雨戏。她说，角色在雨中崩溃的情绪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让寒冷、湿透、疲惫一起涌上来，才最接近人物的真实状态。有人说他太拼了，有些傻。可正是这种看似傻的执拗，成就了一个个难忘的角色，也让他在流量与捷径泛滥的行业里，活成了那个不靠炒作，却被真情实感牢牢记住的演员。他用每一滴汗水，每一次受伤，把演员这个身份演成了他最坚定的信仰。当许多同龄小花还在甜宠剧里谈情说爱，重复傻白甜人设时，杨紫早已开启了她的高危操作模式。拍女心理师时，她硬啃下3大本心理学专著，不仅在现场追着心理学专家推敲台词，还坚持用专业逻辑演绎每一场心理干预戏。在犯罪题材电影《沉默的证人》中，为了真实还原法医角色，他戴上口罩，走进真正的解剖室观摩3个小时，脸色发白，却全程咬牙坚持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而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在《生命树》中的语言挑战。面对全藏语台词，他拒绝配音，坚持每天早起2小时跟语言老师练发音，硬是把发音
语调、语感打磨的地道到令人惊叹，连藏族牧民演员都忍不住夸他比本地大学生还标准。他不只是念台词，而是让角色活在语言中，这种几近自虐的敬业精神早已成了他演艺道路上的独特标签。这种执着换来了肉眼可见的飞跃。长相思中，小妖有整整44场哭戏，从压抑、挣扎到崩溃，每一次情绪都精准拿捏，毫无重复，像精确校准的刻度尺，每滴泪都击中人心。承欢记里，麦承欢一个人在城市里疲于奔命的状态，被网友称为打工人天花板。那一幕疲惫的咬着饭团赶地铁的眼神，甚至被网友截图刷屏。杨紫演活了我隔壁工位的姐妹，她的角色不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尝出来的。如今，连一向苛刻的影评人也不得不承认，杨紫是90花中为数不多能同时驾驭古装权谋、都市情感、主旋律正剧的六边形战士。他不靠话题博出圈，也不靠滤镜赢掌声，只靠一步一个脚印，把青春献给角色，把诚意带进镜头。这不是幸运，而是他用风的执着，一点点拼出来的实力。但拼命三娘的代价，从来不只是掌声和奖项。拍摄家业时，杨紫高烧至39度，仍坚持完成一整晚的雨戏。导演一喊收工，他几乎是被搀着下场，杀青当晚就被送进急诊挂水。而生命树的高原拍摄更是让他膝盖旧伤复发，严重时连下楼梯都疼得发抖，只能靠针灸和理疗勉强支撑。工作人员透露，他的行李箱里常年备着止痛贴和消炎药，有次3天连轴转，每天只睡2小时。化妆师实在遮不住他的黑眼圈，最后干脆就地取材成了角色的沧桑写实。在这个流量及真理的娱乐圈，杨紫却始终走着一条反套路的路。当其他女艺人拼命维持精致感人设时，她敢在微博发剧组盒饭照，自嘲素颜裹着军大衣像东北老大妈。当别人花钱买热搜，修图包装天仙气质，她则任由生命树拍摄时那张高原红脸被晒脱皮的路透图全网疯转，毫不遮掩，也不躲避。这种去明星化的坦诚，反而意外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。没有人设滤镜的他，更像是那个努力生活、认真工作、会累、会哭、会晒黑的普通人。网友调侃他是内娱最不像顶流的顶流，不靠炒作，不靠流量剧本，却靠一部部作品、一个个角色，硬生生演出一条逆风翻盘的人气曲线。杨紫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完美，也不回避成长的伤痕。她不追求虚假的完美，只追求角色的真实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观众才会相信她不是在演戏，而是在经历角色的人生，和我们一样，在风里走过，也在光里坚持。业内看得比观众更清楚，杨紫能走到今天，绝不是靠1、2部爆款撑起来的运气，而是每一步都踩在转型的关键节点上。早期在欢瑞影视，他靠香蜜沉沉烬如霜、青云志等古偶剧圈粉无数，积累了庞大的年轻粉丝基础。而在解约之后，他没有被流量舒适圈困住，反而迅速转向正午阳光、柠檬影业等以品质著称的制作公司，接连挑战现实题材、主旋律剧集，不断拓宽戏路。山海情团队原本对他存有顾虑，担心他偶像包袱重，怕他无法适应西北高原的艰苦环境。可没想到，开机才3天，所有人就被他的状态折服。为演好基层扶贫干部，他穿着旧棉袄，脚踩胶鞋，跟当地牧民同吃同住半个月，脸晒脱皮也毫不在意，反而笑着说：“这样上妆快多了，不用化妆直接演。”他不怕苦，不怕脏，不怕掉粉，只怕演得不够真实。而他的成绩单
早已足够耀眼。主演的《战长沙》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《长相思》等剧豆瓣评分稳居高位，9分剧不止一部。这几年新作口碑持续上扬，主演作品的豆瓣均分从 6.5 一路飙升至 8.2。在2024年，她更是成为白玉兰奖历史上首位凭2部剧双提名的90后女演员，彻底打破流量男转型的魔咒。合作对象也从早期的流量小生，逐渐变成黄渤、王凯这样的实力派。这不仅是对他演技的认可，更是他话语权的提升。就连横店的群演之间也悄悄流传着段子，只要进了杨紫的剧组，就准备好加班吧，这姐拍起戏来比执行导演还能熬。他的拼不是为了表演出来给谁看，而是把所有的敬业、韧劲、狠劲都藏在一场又一场过于真实的戏里，让每一个角色都有血有肉地活在观众心里。